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8月25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2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892.69，收盘价是891.29。在盘中，它的最高价是到达了910.94。最低价是在889.5，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21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5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的上方，在10日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908.66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9 倍量缩。KD 值开口变小，双线是继续下行。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快线的方向是继续向水平的方向发生转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回升。MACD 开口不变，双线下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多头趋势的回档中。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8月24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墓碑线，它的特征是开盘价与收盘价相同，没有实体棒。在盘中股价上涨到最高点，最后收盘价拉回到开盘价。那它的位置呢，是在一个多头回档后的上涨的行进中。那墓碑线它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那如果我们把当前的这个股价的位置或者这个墓碑线的位置定义在是一个高档的位置，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是开低走低，股价是很容易出现下行的。那如果我们把当前的这个墓碑线看作是在一个上涨的行进中，那次日如果是开高走高，那股价会继续上行。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前一个交易日我们预测8月24日的走势。那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是股价在8月24日会出现横盘，收盘价在898这个位置。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预测了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股价会向上，收盘价会收在924，在这个位置。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要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呢，在盘中股价不低于888。那显然这个条件是不符合的。那另一个方向呢，是股价会出现下跌，收盘价在852。那它也有一个条件，就是当日应该是一个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891的。那第二个方向呢，我们会看到也是不成立的。那实际在8月24日收盘价是在891.29，出现了横盘。那当日呢是一个高开盘。那这与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的这个走势是基本相符的。虽然说在数值上与我们预测的横盘，也就是898相差了几个点位，但是它的本质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那出现这样的现象，为股价的继续上行其实是打好了一个基础。
但是啊，我们也会看到在8月24日啊生成的这是一个墓碑线。这个墓碑线，我们刚才从 K 线信息的解读啊，它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那股价呢是很容易转折向下的。那因此呢，这些信号综合起来，其实也给后续股价的走势啊带来了不确定性。那我们还是依次先从股价的上行来开始分析。那我们来清洁一下目前的图上的辅助线，我们把这个矩形啊删除。这个矩形我们是在前一日给出的一个标记，就是上方的这个压力宽带。我们会看到在当日是一度突破了这个压力宽带，但是最后股价还是被压回。好，我们把它删除。好，那我们来看股价上行。在8月25日，如果股价上行，它的目标我们认为依然是919这个水平线，然后是上方的945的这个水平线。那我们说，只有股价站上了919啊，后续才会有继续上行的可能。否则股价有可能会掉头向下。那如果说站上了上方的945，我们把图缩小，那这样一来，股价将会启动一波新的上涨的行情。那在这里我们指的是收盘价要站上919，或者说是945。好，这是股价的上行。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那我们先来加一条趋势线，这个趋势线我们加在8月9日的最低和8月22日的最低。好，我们来解释一下这条趋势线的由来。我们会看到在8月4日出现高点之后呢，在8月9日出现了一个最低，然后股价掉头向上，然后在8月22日又出现了一个低点。那么这个低点我们是怎么确认的呢？也就是在这个低点日后的2个交易日啊，没有再出现新低，因此8月22日的这个低点就被确立。那这样一来，2个低点连起来就叫底底高的一个上行趋势线也就被确立。那我们给它定义一个号码，通常我们把上行的趋势线定义为双号，比如说这个2号趋势线也是底底高上行。那么下行的趋势线呢，我们会把它定义成单号。好，我们回到这个4号趋势线。好，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在8月25日，如果股价出现下行，那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跌破这个4号的趋势线。那4号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是在865这个位置，这是它的第一个下行的目标。然后接下来的一个目标就是858，是这个趋势线的第2个低点。如果跌破了858，那也就是说这个4号趋势线4号趋势线这个上行的趋势线将彻底被瓦解。那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下方的838。我们说如果跌破了838这个水平线呢，
股价会启动一波下跌的走势。那关于股价的下跌呢，我们等股价跌破了838之后呢，我们再来讨论。好，那我们总结一下，对于8月25日上方突破919，那日后股价会继续上行。下方如果跌破858，或者是这个865这个点位，那么日后股价会出现下行。那如果不突破，在8月25日股价会在919和858之间进行横盘。那在这个横盘区域，我们要关注一个点，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880到892，我们取它的上限892，那依然是这条水平线。我们关注这条线呢，就是说如果股价能够一直在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呢，那么股价将会在这个横盘区域的上方运行，那还有可能股价会继续向上。那如果一旦跌破了5日均线值呢，那股价如果是横盘，它会在下方的这个区域进行横盘，或者日后会出现进一步的下行。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25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我们把图放大，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891到894，在这个区域。然后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896到903，在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我们会看到还涵盖了200日均线值。那所以我们把它合并，就是说第一个压力区间是在891到904，在这个区域我们会看到它也是一个非常宽的压力区间。然后接下来的一个压力是910，第三个压力是919，再向上是945。那我们还愿意给出一个压力位是955，955我们会看到是5月4日的最高。好，这是上方的压力。那我们再来看看下方的支撑。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5日均线值，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880到892之间。对，我们会看到下方的支撑的这个带宽也是比较宽的。然后接下来的支撑是当日 K 线与4号趋势线的交点是在865，接下来第三个支撑是858，第四个支撑是838。当然再向下我们还愿意给出一个818，是7月28日 K 线的最低。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给出8月25日股价的预测。那第一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横盘。如果是继续横盘，它应该是一个高开盘，甚至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918，在这个位置，最低会回踩到887，然后收盘价会收在895附近。这是第一个可能，横盘。
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依然给出2个方向，一个方向当然就是上涨。如果是上涨，那当日应该是一个高开盘，甚至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892，在这个位置，最高会到达932，在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924。好，这是第二个可能的第一个方向。那另一个方向，股价会出现下跌。那如果出现下跌，它应该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891，最低会回踩到854，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861附近。那么第二个可能呢，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它必须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在盘中最高是不能够高过895的。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8月25日走势的分析。那我们在这里想补充说明一下，由于今天是拆股，所以我们在这里标注的所有的数值呢，在拆股之后呢，都应该将它们除以3。对，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